公元951年秋，徐州刘赟旧部叛乱，郭威遣王殷平乱，攻破徐州。次年正月，郭威率主力大军亲征兖州，太宁军节度使慕容彦超投井而亡，兖州城破。颍州、陈州调拨粮物，数百里粮道运上去10斤，也只当是3斤用。令公，这是兖州那边发来的持报，还请令公亲启。陛下没有回銮，反倒一路向东去。栾家要去曲阜，苦等4朝，不亦想过去而竟是真主。公元952年，即广顺2年，郭威夜曲阜孔庙。孔庙以孔子故居为庙，又称阙里至圣庙。规格按照周代礼制而建，历朝历代多有封赠，40祭祀，血食不绝。国家。孔庙是儒家圣地。五代十国天下豪杰多有信封，天子宁有宠爷，兵强马壮者为之的强人逻辑。郭威拜谒孔庙，可见其推崇儒学、教化人心的治国理念，也以此昭告天下，他要使仁政治天下，让百姓得享太平。陛下，曲阜之心，乃大周之信，乃天下苍生之福。令公，朕有一疑，令公可否为朕解惑？陛下，老臣不知陛下所疑何事。何为儒？儒者，人之所需也。越生死，越衣食，越忧乐。一人之所需，即为一人之儒；众人之所需，即为天下之儒。于朝廷而言，儒即是天下人心。朕若以儒治国，可保万世太平。陛下，万世太平，神仙亦保不得。千年太平能保吗？千年太平，圣人亦保不得。百年太平能保？须去做，方知晓。郭荣为民兴治，自请至澶州，修缮长河大堤。岁余时间，郭荣夙兴夜寐，无论春秋，无惧风霜，与将士民夫同参宿，共劳作，疏浚宽阔河道，修护厚实堤坝。
大堤修缮后，消除了黄河多年水患，福泽一方梨树。陛下，今澶州大河金堤竣工在即，太原侯郭荣功在社稷，惠及苍生，遗诏还朝，以当大任。陛下，澶州毗邻腋下，为河北方面之计，守臣之任不可轻易之。陛下，王相公此言大谬。军中最重赏罚，有功便须赏，赏罚不明，取祸之道也。依王相公所言，腋下军将便是立下再大的功劳，一辈子也只能在军中搏命，不得擅离。如此，置军心于何地？只不过是一段堤坝而已。文肃相公，言过其实了。陛下，大河金堤自后唐庄宗之后，便再无人修缮，乃至岁岁水患。天复6年，水淹京畿，水面距京师城头4尺，民人流离失所，死伤无算。而今太原侯重筑金堤，今年夏汛，大河不复为患。京城已有20年不敢在夏汛时节开城门了。如此功勋，虽灭人国，亦不能比之。你自家治了10几年的水，便把治水做了天下第1等的大功。今日赏了太原侯1日，天子该如何赏你？朕累了，诸卿，且散去吧。恭送陛下。今日冯道之所请，你事先知情？知情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与我请呢？以致今日在朝堂上如此尴尬。说了，你便不反对啊？这天下是你家的，哦，难道你下一道旨意，直接让军贵回来，我还能拦得住你啊？是，我是反对他做储君，可我也不是见不得他回京啊。这做天子的须是你，又不是我。休将，你现在知道我是天子了，平日你想得到吗？你让我当家，我便让你当家；你要处理，我便让你处理。你身已是枢密使，还想当宰相，我便让你做了。你口口声声说这天下是我家的，我的家在哪儿啊？我有家吗？168口啊！男女老幼、妇人婢女加在一起，168条性命活生生血淋淋。你说这天下是我家的，我家在何处？这天子有什么好啊？能抵父母妻儿吗？以前的皇帝都是称孤道寡，我这个皇帝是鳏寡孤独居。你翻翻史书，凶不凶？有我这么凄凉的天子吗？我除了你们几个老兄弟，还有一个董事，一个军贵，就剩下你们了。既然你提到了军贵，
那我今天也不叫你官家了。文州，我再劝你一次，你还没到当年太原令公的年纪啊，赶快再多纳些妃嫔，总得留下能够承嗣大统的亲生子啊。是，君贵是好孩子，可是他内里毕竟是姓柴，不姓郭呀。你不要觉得那都一样啊，那从根子上那就不是一回事儿。唐明宗的事情，这才过去多久啊？阴间不远呐。你得看得明白些，不要因为小辈的几句甜言蜜语便糊了你的心。这江山是你家的，是你姓郭的，不能让姓柴的白白占了去，你明白吗？天下江山，老子要来何用？老婆没了，儿子没了，女儿没了，女婿也没了，都没了。老子要一方一许，一介鬼朋友何用？文州，慢住！当兵吃粮，老子天生便是治苦树内的命，那跟老子的家人无关的。南仲，你喝醉了，赶紧歇息吧。我这边辞出去了。大人，陛下喝醉了，你们好生看护，别让陛下受了风寒。诺。陛下，元老，原本你要跟着金贵去澶州，却被朕扣下来入了禁军，倒是耽误你了。末将不敢，在哪里都是为官家效力。你父子都在禁军之中。上阵父子兵，不外如是。留下你，是知道你跟金贵有兄弟之情。兄弟好啊，只要不反目，能打虎，能断金。朕想托你爹的儿子给朕的儿子带一句口信儿，就说朕叫他回家来吃饭。
自从军入仕以来，披甲持剑的皇子赵匡胤见了不少，却从未见过郭荣这般身着缁衣、浑身泥水的皇子。这位后周天子唯一的继承人，终日在修葺清淤的工地上挥汗劳作。多年来无休止的藩镇相争和政权更迭，使官府无心治理河工，乃至于黄河两岸生民每岁接受洪水逼城、毁污淹田之苦。这条孕育了中原王朝复兴之地的黄河，无时无刻不在叩问着历代中原王朝的良心。陛下，老臣年迈多病，其骸骨归养林下，望陛下恩准。令公四朝元老，海内人望，朝廷之元首，国家之柱石。天下离乱已久，须臾离不得令公。若说归养，朕也想归养，想想罢了。咱们便都勉为其难吧。令公，陛下，金贵，儿臣在。自即日起，河堤上的差事免了，入中书门下细学政事。冯令公久在书亭，威望隆重，你须以师事之。儿臣奉诏。陛下，中书门下省乃朝廷枢要，得人为第一要务。犯治离谷，资望不足，懈怠王事，上不能做天子以经六合，下不能安百官而治四海。请出范质为相州刺史，出离谷为许州刺史，以翰林学士陈冠全知开封府严看待之，同平章事，伏请陛下允准。行不行？今日是寒食节，各属衙公街都要休沐一日。有什么要紧的话，不能等到明日再说。陛下，秀峰兄，天下刚刚安定下来没多久，咱不折腾行吗？陛下是天子，乃至天子不能做快意事。天下大乱，那是几十年来的世道人情，不是谁想不折腾便能不折腾的。那些个不愿意折腾的，如今坟头都长树了。这样的年月，谁都没有太平天子的命数。你先下去吧。臣告退。他还是不肯罢休。林公，朕不为天子之事，众兄弟诸事同心。
如今做了天子，兄弟们却分崩离析。令公侍奉四朝，请告诉人，这是为什么？陛下，因为天下只有一个天子，是故天子无私人。陛下做臣子的时候，可以有兄弟。如今做了天子，这普天之下，皆是陛下的苍生赤子，皆是陛下的兄弟，不能厚此薄彼，旧时兄弟，心中自然便要生怨。陛下欲做太平天子，王相公之事，只是第一关而已。门下，朕承天运，福有四海，念国之政要，当以贤能为本，以宫中为义。枢密使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俊，昔有微功，朕亦常委以重任。然近来行事乖张，事权妄为，有失臣道，而俊不知悔改，致朝政紊乱，人心不安，故罢其一应职衔，出为商州司马。即日出京，不得逗留。此番出任，务要克己奉公，以尽职守，上报皇恩，下安黎庶。倘或不改前非，重蹈覆辙，国法俱在，朕不敢思，主者施行。终究还是走到这一步了。当年在太原，秀峰有个秀才的混名，凡事看得开，有任侠的义气。每逢木秋之日，他都会从府铺里拎出一瓮酒来，招呼众兄弟们野宴一番。古人说，太平全好做，万世人难存。这老身子天下，刀兵不断，天下人得不到的太平，文武公卿又哪里能得得到？全家人都死得干干净净，纵然是做了天子，又有什么味道？那日秀峰对我说，这天下距离太平还远着呢。这年月，谁也没有太平天子的命数。太平天子，唐太宗是天子啊，算是幼武治太平。朕今年已知天命，可悲呀！50年了，竟是未曾看到过太平年岁是个什么物事。怎么了？我再去取些酒菜来，你们爷俩好好说。有些事情不能再如往日那般了。哪些事情？太平盛世谈何容易？与其在此自怨自艾，不如一件一件事情做起来。怎么做？一曰西朝征。眼下局面已经如此艰难，自己人之间就不要再内斗了。不管是文臣武将，只要一心为朝廷效力，纵使天价，也应以大局为重，当任责任。接着说。二曰治牙兵。天下之乱，多起于牙兵骄纵，以下克上，甚至更替庙奏。阿爹现在是天下之主，不应再有内外之分，应该将各藩镇牙兵逐步的整编为朝廷禁军。白马一星教门，这我都知道。
三曰：兴文治，历来大治都离不开文教之功。朝廷治政，我们应该多用能做事的文臣。朝廷中枢不应该由5人军头把持。四曰：削藩镇，天下分崩已久，各州郡之间相互征战，兼并不止。国家动了根基元气，黎庶饱受流离之苦。好大的一个梦！是梦，但不得不做。五曰：谋一统。天下之大，国家的税收、农事、水利、文教、政绩、通商，这本身是朝廷该做的事情。若朝廷都做不了、做不好，何谈一统？朝廷政令，在那些藩镇军头眼中如同废纸。就如大河年年泛滥，治河却比登天还难。只因上游有关中出战，中游还有北汉割据，便是下游，荀悦前还有个慕容彦超，更别提南唐、西蜀、吴越诸藩了，各自成一统序。若天下不能归为一统，所谓的皇帝也好，天子也罢，只不过是养得肥了些的藩镇罢了。这么多的事情，一代人是做不完的。事在人为。阿爹，做不到如太宗文皇帝那般30有5治太平，那就45、55、65。若一代人做不完，那就2代人、3代人。只要一代代人做下去，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。